2008年12月11日 ，Bernie Madoff 被他的2个儿子亲手向 FBI 告发。那一天，全世界才知道，一个在金融业工作了50年，一度担任 NASDAQ 主席的人，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庞氏骗局的主谋。账面上，他宣称管理的资金超过650亿美元，那些钱大部分从来就不存在。但更令人窒息的不是那个数字，而是有一个人在9年前就看出了真相，然后没有任何人理他。这一集是财富与人性系列最暗的一集。前4集我们说的是泡沫，市场的疯狂。这一集我们要说的是设计出来的机器。Madoff 不是一个疯狂投机者，他是一个冷静的、有计划的骗局设计师。但他的故事照见的仍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弱点。我们为什么不想听那些说出真相的人？这集我要带你弄懂 Madoff 是怎么让全球最顶尖的机构心甘情愿地把钱交给他的，还有那个看穿一切的人为什么沉默了9年。要理解 Madoff 的成功，你要先理解他在行业里的地位。Bernie Madoff 1960年代白手起家，用借来的5000美元创立了 Bernard L. Madoff Investment Securities。他不是一个外行人闯入金融业，他是业内最受尊重的人之一。1990年代，他曾担任 NASDAQ 股票市场的非执行主席。他帮助设计了电子化交易系统，是真正推动美国股市现代化的功臣之一。他的财富管理部门不对外公开宣传，你要被介绍进去，你要被挑选。这个稀缺性让他的基金散发出一种专属顶层精英的气息，让人觉得能投资 Madoff 是一种荣耀，不是一种风险。他的客户包括避险基金、慈善机构、大学捐赠基金，还有一大批犹太裔社群的富裕家庭。他精心经营的是一个信任网络。Madoff 的投资报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它每年大约是 10%， 无论市场涨跌，几乎一条直线。1990年代股市大牛市，它的报酬是 10%。2000年网络泡沫暴跌，市场跌了 40%， 它的报酬还是 10%。2001年911市场震荡，它的报酬还是差不多 10%。对大多数投资人来说，这个数字充满吸引力，不是因为它特别高，而是因为它特别稳定。在避险基金的世界里，最贵的东西不是高报酬，而是不相关的稳定报酬。市场跌的时候你不跌，这个承诺对顶层的富裕客户有着几乎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他宣称用的策略叫分割执行转换，一种用蓝炒股加期权保护的套利手法。听起来复杂，很少人真的去验算，因为为什么要验算一个连年给你稳定报酬的人？2000年，一个叫 Harry Markopolos 的人被他的老板交代了一个任务，研究 Madoff 的策略，看看能不能复制。Markopolos 是一个期权交易员，也是一个有执照的特许财务分析师。他花了大约4个小时分析 Madoff 公开的交易记录，然后他跑去找老板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他算出了2个问题。第一， Madoff 声称的交易策略需要动用的期权合约数量远远超过当时全球期权市场的规模，那些交易物理上不可能存在。第二，一个真实的交易策略不可能产生那么平滑的报酬。真实的市场有震荡，完全没有震荡代表那些数字是捏造的。这一年是2000年， Markopolos 把这些发现整理成报告，送到了美国 SEC， 然后什么都没发生。2000年第一份报告 SEC 不理。2001年 Markopolos 再去，带着更多细节。SEC 的官员见了他，点头，然后什么都没做。2005年，他再提交了一份更绝境的报告，标题是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是一个骗局。SEC 仍然没有启动有效的调查。2007年、2008年，他继续提交。为什么没有人理 Markopolos？ 原因有几个。第一， SEC 的调查员不懂衍生品和量化交易，看不出技术问题。第二， Madoff 的社会地位太高，调查他需要有人愿意扛政治风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调查的结果可能是什么都没有，而那样会让调查者看起来像傻瓜，说一切正常，比我被一个骗子安全得多。这是这个故事里最聪明的人第3次中招的部分。
Madoff 的受害者名单不只是普通个人投资者，它包括一些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他们把客户的资金转投给了 Madoff， 抽取管理费。它包括大学的捐赠基金、慈善机构，这些机构他们有自己的分析师，有自己的尽职调查流程，但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把对 Madoff 的信任外包出去。这么多顶尖机构都在投，那一定没问题。这就是信任外包。你不是因为自己相信 Madoff， 你是因为相信其他相信 Madoff 的人是聪明的。这个逻辑在正常情况下是有效率的，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如果整个链条都做了同样的假设，那么没有任何人真正查过。那些避险基金有时候连 Madoff 的办公室都没有去看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客户开始大量闪回资金， Madoff 没有资金可以付。2008年12月，他把真相告诉了他的2个儿子，他的儿子们当天打电话报了警，次日他被 FBI 逮捕。调查结果显示，骗局至少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有人估计早至1970年代。账面宣称的650亿美元，大部分是虚构的账面获利，实际上被客户真实投入的本金估计约170亿美元，已确定的真实投资人损失约在180亿美元上下。2009年 Madoff 被判处150年有期徒刑，这是美国联邦法院允许的最长刑期。他在服刑中于2021年过世，从未表现出明显的悔意。Markopoulos， 那个在2000年就发现了这一切的人，在 Madoff 被捕后出版了回忆录，书名叫 No One Would Listen， 没有人想听。Madoff 的故事不是一个讲坏人的故事，它是一个讲我们的认知架构的故事。我们为什么不想听不好的消息？第一，因为想要相信。Madoff 给了客户他们最渴望的东西，稳定、不受市场波动影响的报酬。这个欲望比任何警告都强大。第二，因为社会成本。如果你开始怀疑 Madoff， 你是在说你的朋友、你的家族，那些介绍你进去的人都是傻瓜。这个怀疑代价太高。第三，因为确定偏误，我们倾向于寻找支持我们已有信念的证据，而忽略反面的声音。每一次稳定的报酬就是一次强化。每一次市场下跌，但它不跌，就是更强的强化。Markopoulos 的报告 ，SEC 的官员看了，内心可能有过1秒钟的怀疑，但接着他们的大脑告诉他们，这么多人都在投，不可能是假的，确定偏误，赢了。EP1 Newton 看出了泡沫，但输给了想要相信。EP3 LTCM 的天才把错误用倍数放大成灾难。EP5 Markopoulos 说出了真相，但没有人想听。3次300年，最聪明的人和最精密的系统一再输给同一个敌人，那个敌人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下一集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我们要把镜子转向你。订阅财经无界，开启通知，下一集你不能错过。